大家好，我是刀马行为，今天我们来讲《一拳超人》的231话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。这一话讲的是光头和杰诺斯的小日常。今天杰诺斯来到光头的公寓拜访他，这套公寓之前明明看着条件还挺不错的，再加了一些阴影线条之后啊，看起来就像是廉价的招待所。光头表示正好啊，像这种小房间住起来比较没有压力，反正他也买不起什么家具。顺便呢还拒绝了杰诺斯要帮他换大房间的好意啊。之后呢，杰诺斯便顺理成章的准备要搬过来当女仆了。光头当场就有点绷不住了，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出来。你这两个大男人总住在一起，那多不像话呀。可杰诺斯的态度可谓是谦卑到了极点，他表示老师啊，您就把我当成是个手办摆在墙角就行了，我不会占用您任何资源的。但光头可是出了名的怕麻烦，他很害怕杰诺斯搬过来以后啊，会不厌其烦的向自己求教。这时杰诺斯提到了他这次来拜访的重点，那就是想找光头再切磋一把。说到这种能打发时间的活动啊，光头还是挺有兴趣的。正好在协会公寓的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荒地，让杰诺斯和光头啊也能放开手脚对战。最后呢，他们找到了一处像是孙悟空跟贝吉塔决战时候的场景。在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，杰诺斯率先准备动手，他的新装备啊闪耀着强力的电光，顿时就好像钢铁侠附体了一般。这招便是杰诺斯的能源系统雷光核。面对眼前这个不断放射出雷电的小型反应堆，光头他居然表情痛苦的闭上了双眼。哇，这也太刺眼了吧，那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好机会啊！杰诺斯看准了时机，高速冲了上去，举起沙包一样大的机械重拳，就要朝自己的老师下毒手啊！但即便杰诺斯的铁拳近在咫尺，光头却还是那副抽象的表情，完全没有要闪避的意思。最终啊，杰诺斯选择了突然寸止，急停的卸力加上拳风，导致四周围的地面瞬间炸裂开来。光头一脸疑惑地问杰诺斯：“怎么不继续打了？”后者只是有些失落地表示自己已经看到了结局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光头造成半点威胁嘛。之后呢，杰诺斯就迅速换了一个话题，想问问光头自己到底有没有变强。看来啊是想寻找一点心理安慰吧。这时的杰诺斯啊明显有些迷茫，自己已经换了 N 套装备了，却还是难以追上光头。这样盲目的强化装备真的能够变强吗？光头啊似乎也是看出了杰诺斯的心病，他准备换上一副帅气的严肃面孔，用师傅的鼓励啊来好好平复杰诺斯的心情。徒儿啊，你刚才那招太阳拳真的是非常的刺眼的，把我眼睛都快晃瞎了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完了呀！光头虽然表情很到位，但社交能力几乎为零的他，此时根本就说不出什么像样的建议嘛。杰诺斯听了这种好似嘲讽一般的安慰，更是直接被整 emo 了。他心中的自卑情绪越发的严重，甚至认为自己的实力啊根本就入不了光头的法眼。这时场景中更是极为侮辱性的出现了一只屎壳郎。没有错啊，杰诺斯觉得现在的自己啊就像是这只迷茫的屎壳郎，就算再怎么努力的推球啊，光头也不会再多看他一眼。然后呢，杰诺斯就开始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进步的太慢了，以至于光头完全就没有发现自己的成长。其实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吧，杰诺斯已经干得很不错了。他刚才那一拳打出的拳风啊，几乎和他第一次与光头切磋的时候，后者打出的拳风是一样的了。往好的方面来想嘛，杰诺斯现在说不定已经能打出类似普通一拳的伤害了呢。接下来，杰诺斯向光头说起了自己未来的计划。他认为现在的英雄协会里面的竞争环境太过于散漫了，就算自己完成了光头以前制定的进入 S 级前10名的任务，也未必能够提升多少实力啊。所以杰诺斯在考虑要不要加入新的组织，也就是之前肥仔他们提到的 New Heroes。然而光头这个家伙信息极度闭塞，根本就不知道杰诺斯在说什么东西。后者只好给光头从最开始科普英雄协会是怎么样成立的，然后现在英雄协会因为很多英雄的战斗行为不规范，加上职员贪污问题，在社会面的风评啊大幅度下跌，可以说到了一种风中残烛，随时都有可能倒闭的地步了。当然，杰诺斯说的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，
光头在旁边呢，这是像在听八卦消息一样啊，完全就不在乎自己也可能因此丢掉饭碗呢。接着杰诺斯列举了新英雄协会的好处，这个组织的运营模式啊，基本上就是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吸取英雄协会之前犯过的错误，加以改造之后创立出来的更为优化的组织。据说新协会的英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协会，就连很多 S 级英雄和未曾出道的世外高人都选择了加入他们。光头听到这里似乎很不服气啊！我靠，我就是世外高人啊，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跳槽啊？最后，光头劝导杰诺斯，他现在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？因为杰诺斯之所以想要变强，还是为了要打败另外一个神秘改造人，为家人报仇啊！光头本来打算劝杰诺斯放宽心态，说不定你的仇家早都被谁干掉了。但杰诺斯多少是有点走火入魔了，他坚信自己的宿命啊，就是找到并杀死凶手。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凶手已经死了。光头倒是觉得杰诺斯的那个仇人啊，说不定在某天早都被自己不小心给弄死了。可杰诺斯坚信那个改造人凶手的实力啊极为强大，即便光头打赢了他，也会多少有点印象才对。嗨呀，杰诺斯小哥，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秃头披风这号人物啊！再过2天啊，他说不定都要把和饿狼交手的事情给忘了呀！眼看杰诺斯越说越偏执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戾气。不过他好像突然间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杰诺斯向光头表示，自己为了变强，现在不得不和老师分开，要跳槽去新英雄协会了。没想到光头居然是一副很开明的样子，并没有锐评杰诺斯为了复仇的激进行为，而是像个朋友似的鼓励他道：“哎，好吧，你尽管去吧，到了那边之后要好好加油哦。”不过杰诺斯还有一个目的啊，那就是新协会给了他一个推荐人才的权利，所以他自然是希望可以和自己崇拜的光头共同跳槽。结果杰诺斯询问了光头的意向之后，也不知道光头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来事先邀请他，所以生气了。在沉默了半天过后啊，光头以他再平常不过的表情回答了杰诺斯：“我就不去了吧，跳槽什么的听起来挺麻烦的。”然后啊，本来决心坚定无比的杰诺斯也突然恢复了平静。这样啊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什么？你们两个是小情侣吗？一方想着去看电影，然后疯狂的推荐这部电影，结果另一方表示完全不想去啊，最后2个人就都没有去成。我真的是吐了，怪不得啊，光头的生活条件贫困是有原因的，你根本就是个没有上进心的懒狗罢了。本话结束。